去年12月4日，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在纽约繁华的闹市区被枪击身亡。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50岁的汤普森被枪击身亡的地点。当时他正要去希尔顿酒店参加一场投资者聚会，就是在这里被蒙面凶手从背后开枪射击。新闻播出后，舆论一片哗然。然而，我们预期听到的震惊、哀悼与对凶手的谴责并没有出现。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反而是一片为凶手叫好的声音。This Ivy League hottie named Luigi is the Robin Hood that we never knew that we needed. And I agree with him. I think he'll go down as a hero in history. 这种情绪在26岁的嫌疑人 Luigi Mangione 被逮捕之后达到了巅峰。2024年12月17日 ，Mangione 在纽约州被起诉，检察官宣布大陪审团已经将指控升级为1级谋杀，指控他进行了恐怖主义行为。然而，很多民众却将 Mangione 称为当代罗宾汉，在法院外抗议、自发组织游行，并为他筹集律师费，表达支持。这种种举动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充分地体现了一点：这起枪击案不是一场单纯的刑事案件，而是一起社会事件，触动了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对于其医疗系统根深蒂固的不满。4月1日，美国司法部长 Pam Bondi 寻求判处 Mangione 死刑。在声明中，他表示这是一起震惊全美国的有预谋的冷血谋杀行为。而同一天 ，Mangione 的律师 Karen Friedman Agnifilo 回应称，司法部门此举是出自政治动机。通过这样的行为，他们实际上是在为那个破碎、不道德、带来死亡的医疗体系辩护。在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的过程中，也在纽约采访到了一些路人，他们都对谋杀这一行为表示了谴责，但同时也承认美国的医疗系统出了问题。I understand why something like that might happen, but I definitely don't think that the right way to deal with that is to kill the CEO of a company, especially because killing the CEO is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联合健康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医保提供商，覆盖近5000万人口，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公司之一。高昂的医疗费用、复杂的理赔流程、拒赔争议，在很多人看来，这家公司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千万人的钱包以及生命。多份报告显示，联合健康是拒绝索赔这件事上的行业领导者，其拒赔率几乎是行业平均水平的2倍。在枪击案现场被搜集的子弹壳上，警方发现印有 deny 和 delay 字样，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了2010年出版的书籍《拖延、拒绝、辩护：保险公司为何不赔偿以及你能做什么》。它解释的就是保险公司无所不用其极、拖延和拒付账单的表现。在书中，作者罗格斯大学的法学教授 Jay Feynman 写道，保险公司最大的开支就是赔付，只要赔付少了，利润就能更高。而就在这起案件尚未平息的同时，媒体又爆出美国司法部认为联合健康的医疗保险业务涉嫌欺诈行为，正在展开刑事调查。到我们视频发布前一天，也就是5月15日，联合健康股价创下5年来的新低。从公众的不满到政府部门的介入，以联合健康为代表的保险公司究竟是为什么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这背后的系统是什么样的？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机构以及产业参与其中？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美国的医疗体系到底怎么了。要了解美国的医疗系统是怎样变成如今这样各种令人诟病的，咱们呢要先来上一段简短的历史课，回到2战期间，聊聊保险在美国的诞生和变化。1940年代中期，2战期间的工资和物价管制促使企业通过提供健康福利吸引工人，从而催生了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制度。顺便提一嘴啊，就是当时像美国这样与雇主绑定的保险制度，其实也是比较少见的。在20世纪的其他国家，比如说像加拿大，虽然也有雇主提供一部分的医疗保障，但大头还是在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那美国呢，却相当于是在这一时期开创了一个先河，就是将个人的保险情况与就业状态直接挂钩。最初，美国企业只会为高级员工提供这类福利，但很快工会的普及让享受医疗保险成为了所有员工共享的普世政策。2战前，美国只有10%的员工拥有健康福利，而到了1955年，这个比例已经接近70%。那为什么雇主愿意为这部分多出来的工人承担这笔钱呢？这就要感谢联邦税法的修订了。
1943年，美国国税局裁定，雇主为员工支付的健康保险不计入员工收入，因此免缴所得税。这一决定使得医疗保险成为企业吸引人才的一种税收优惠形式，推动了雇主提供健康保险的普及。相反，如果这笔钱是以现金形式发给你，就必须缴税。1943年的裁定只是一个行政决定并未被正式写入法律。1954年呢，美国国会通过国内税收法，正式规定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不计入员工应税收入，这使得这一政策具有长期稳定性。So that tax-exempt treatment of employer-sponsored health benefits really perverts the definition of insurance, the marginal incentive of how to compensate, and the aggregate level of insurance that everybody has.And so it's more than just the employer being the vehicle by which we pool risk and purchase insurance. It is this government subsidy in the form of tax-exempt treatment that is really pernicious.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有害的政府补贴呢？其实当时由于战争时期的政策，加上当时人们的医疗花销并不大，所以由雇主提供保险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但到了今天，它的弊端已经远远超过了优势。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的儿科教授 Aaron E. Carroll 就在一篇分析中提到，这样依赖于政府的保险系统限制了个人的职业选择和流动性，让许多人不敢提前退休。而且经济学上讲由于雇主提供了保险，那么往往就会降低工资。这样一来，不仅员工拿到的收入减少了，而且由于雇主支付的保险费用免税，那么税收补贴会增加政府的财务负担。近年的数据显示，有 1.55 亿美国人依赖于雇主提供的医保，这让联邦政府亏了30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而在雇主提供的保险之外，低收入人群和老年人的医保怎么办呢？这就是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医疗补助了。Medicare 和 Medicaid。1965年，美国总统 Lyndon B. Johnson 签署通过了这一法案，为65岁以上的人群和残疾人提供 Medicare， 低收入人群提供 Medicaid。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这两种医保对于符合要求的低收入人群来说 ，Medicaid 是完全免费的，联邦政府向州政府层面提供补助，从而覆盖低收入人群的保险。这些人呢，大部分是儿童，也有一些无法负担医保的成年人。在执行层面上来说，除了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怀孕女性、低收入的老人及残障人士这4种人群是必须覆盖的以外，其他的情况下都是由州政府来决定谁能获得这个补助。这也就导致了，由于每个州的政策不同，比如说收入相同的2名成年人在加州属于低收入，可以获得 Medicaid， 而在德州却不行。此外，在疫情期间，联邦政府要求各州，即使居民不再符合资格，也必须继续提供 Medicaid 医疗保障。但随着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结束，这项政策在去年被取消 ，Medicaid 恢复了原有的资格审核。自那以来，超过2500万人失去了医保，这一过程被称为 Medicaid 缩减 The Unwinding of Medicaid。和 Medicaid 不同Medicare 是为65岁及以上的老人以及某些残障人士提供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虽然呢也有一定的政府补贴，但病人自己却需要支付更多的医疗费用。Medicare 分为4个部分，我们来简单拆解一下。Part A 医院保险涵盖住院、护理院和临终关怀费用。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这部分免费，因为他们在工作期间已经缴纳过 Medicare 的税款。Part B 医疗保险涵盖医生看诊、门诊服务和医疗设备，但病人需要支付月费，通常大约为每月170美元左右。Part C 呢是 Medicare Advantage， 这个就重要了，它是私人保险公司，比如说联合健康、Humana、安泰提供的替代性 Medicare 计划。政府呢把钱付给这些公司，让他们来管理 Medicare 服务，而保险公司则通过调整病人数据、限制报销范围来赚钱。Part D 也是最后一部分，是处方药保险，帮助支付病人的药品费用，同样呢由私人保险公司管理。这就意味着美国的 Medicare 系统分为2类，由政府管理的 A 和 B， 以及由私人保险公司管理的 C 和 D。那近一半的 Medicare 受保人呢选择了 Medicare Advantage 计划，而联合健康正是这其中最大的玩家之一。视频的后半段，我们也会来详细讲讲 C 和 D 以及联合健康面临的巨大争议。不过现在呢，我们先来聊聊美国的私人保险公司，也就是商业保险体系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联邦医疗补助设立之后的这段时期，也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保险巨头体量开始大幅增长的时期。70年代，联合健康成立，一跃成为了当下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另一家巨头安泰人寿 Aetna 也在90年代成为了美国最广为人知的保险公司之一。理论上来说，保险公司的职责是作为第三方，协调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沟通，并支付保险覆盖的医疗费用，而病人支付的大头则是每个月的保费。美国这种以保险公司为核心的医疗系统往往被称为预付系统，也就是病人是不直接支付每次看病的钱的。在这种预付系统下，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医疗成本水涨船高，而病人并没有控制权。 We've devolved to a world of prepaid medical care, much of which we don't value. And prices, given the lack of economic tension of having the individual in play, have really come off the rails. When there are no prices, and people are charged after the fact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like an employer or their insurance, we see a tremendous amount of price gouging. 换句话说，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生、设备、药物和治疗手段，但同时呢，也有全世界最落后的付费系统和官僚体系。我觉得咱们不要把这两个混起来，这两件事儿。美国的医疗的科技水平和治疗水平是全世界最前沿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的问题出在哪儿了？我认为就是说呢，它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就是说，美国的医疗的成本在美国的 GDP 已经占到了 GDP 18%，人均已经很多钱，每年一个人均上万块钱。但是美国的整个从一个整体的 population 来说，它的寿命实际上处于中等国家。为什么你花了这么多的钱，老百姓的医疗水平，就是老百姓的寿命，没有反映在老百姓的真正的健康水平上？那么花在医疗上的钱都去了哪儿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 OECD 的一份报告，2022年美国人均花在医疗上的钱超过12000美元，在几大发达国家里是最高的，并且几乎是第二名的2倍。难道这是因为美国人经常去医院吗？并不是这样。同样是 OECD 的数据显示在人均就诊次数里面，美国甚至都排不上号。换句话说，美国每人每年去医院的次数少于 1.5 次，加起来却花了全世界最多的钱。而更复杂的是在美国同一个手术或者疗程在同一家医院花的钱呢，甚至都不一样。来举个例子我们先看看最好理解的 Medicare 和 Medicaid 病人，也就是由政府提供医保的人。一般来说，享受联邦补助的病人需要花的钱是最少的，这是因为政府补贴覆盖的人群最多，达到了将近40%的美国人，因此政府也有更大的话语权，可以和医院谈判，最终敲定一个较为低廉的价格。毕竟如果这家医院不同意的话，就会失去所有使用联邦补贴的病人。但对于有保险的病人，这就不一样了，因为市面上的保险公司众多，每个保险公司底下呢又有几十甚至几百种不同的计划，他们每一个都要单独和医院协调医疗服务的价格，所以每一个的保费都不同，涵盖的范围与支付的比例都不一样。那如果是一名没有保险的病人呢，医院就更会从你手上收更多的钱了，因为你几乎没有话语权，想要看病就只能支付账单。那么这些账单都去了哪儿呢？我们在这里先逐一分析一下医疗系统里面的各大玩家。首先是医院。在美国，其实70%的医院是非盈利性质的，比如斯坦福大学医院 Mayo Clinic 以及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医院集团 Common Spirit Health。那以 Common Spirit Health 为例子来讲的话，它下面有几百家医院，然后它有就是上万个医疗服务点，背后的资金支持其实并不是靠政府拨款其实大部分是靠捐赠，应该是天主教的这个背景最大的医疗系统，相当于教会在后面放了很多钱。但是因为它是非盈利的医院，它就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你也知道，当一个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时候呢，它去优化整个系统的效能的动力就不会那么足，而且它是一个非盈利机构，它其实有一个
到年底的话呢，它并不是说我的 KPI 是我到年底我赚了多少钱，它其实目标是到年底的时候我收支平衡，我也不要留太多钱，我可能正好捐赠来的钱或者我的收入我可以都花出去，无论花出去是去采购新的技术产品，或者说是回馈到整个社区的医疗服务建设。所以你看它的这个思维理念它就不太一样。但是公众对于非营利医院的批评依旧层出不穷。所谓非营利，在法律上的定义其实就是免于缴纳联邦和地方税务的机构。直到1969年之前，政府是明文规定非营利医院为所有病人提供服务的，即使是那些付不起医药费的人。这种治病原则被称为慈善护理标准。但是1969年的税法改革将慈善护理标准改成了社区利益标准，在后者的变动之下，许多之前不符合要求的支出都可以被归类为社区利益，而慈善医疗则变成了可选项，由医院自行决定如何履行这项义务。2010年，奥巴马签署了平价医疗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奥巴马医改。在这一条新规定下，医院甚至可以将接受 Medicaid 患者视为社区利益，并将 Medicaid 的支付金额与医院自己计算的成本之间的差额计入社区贡献。那这样做的意思就是由于计入社区贡献的金额可以抵税，那这么做呢，就相当于是大幅度的削减了非营利医院需要去交的税。这样一来，非营利医院的收入有的时候甚至比盈利性医院还要高。研究显示在美国2016年盈利最多的10家医院当中，有7家都是非盈利医院。Political 的一项分析指出，奥巴马医改让数百万新的付费患者进入了医疗体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的7大非盈利医院的收入在这段时间增长了15%，而慈善医疗，也就是社区利益中最直接的部分，反而减少了35%。那么医院的高额收入从哪里来呢？这就和很多在美国看过病的小伙伴吐槽甚至经历过的天价账单有关系了，而这些天价账单的来源就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医疗系统中承担的角色叫做付款人，或者说 payer。我们之前提到，美国是一个预先付款的医疗系统，那真正的医疗过程中产生费用是由第三方承担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也就是保险公司。一名持有商业保险的病人来到医院看病的流程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天我突然腰疼，就去美国的急诊室或者叫 ER 看病。医生诊断后呢，发现我得了阑尾炎，所以他会进行相应的治疗。但治疗结束之后，我是不需要立刻付钱的，医生呢会向我的保险公司收取费用，而保险公司付完他们可以覆盖的部分之后，再由我支付剩下需要我自己付的钱。那由于每个保险公司所提供的产品不同保险所覆盖的金额以及我自己要支付的金额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选择呢非常多种，产品可以说是眼花缭乱。但一般来说呢，保险越好，你自己要付的钱也就越少。而保险公司处理一次索赔，要首先判断我的主治医生是否在我选择的保险政策网络里面，也就是医生是否有和保险公司签过合同。即使在医院被覆盖在保险范围内的情况下，由于有的医生隶属于医师协会，而不是医院正式雇员，在法律上呢属于合同工，就导致保险无法报销这个特定医生的费用，导致惊喜账单的出现。Oh, no. 那么更复杂的问题来了，保险公司呢它并不在场，怎么知道我所接受的治疗有没有被包含在我所选择的保险里面呢？为了这个需求医院里面专门产生了一种工作——医疗服务编码 （Medical Coding）。医院会有一个专门的 department 叫做 coders， 它会根据你的手术或者你住院的时长，你是 inpatient 还是 outpatient， 你是躺在那儿的，你是进了 ICU 还是怎么样，各种各样的信息，把它转化成标准的医保编码，他们叫 CPT 构，一个是 ICD， 一个是 CPT。ICD 和 CPT 是医疗服务编码体系里的2种编码标准。ICD 全称是国际疾病分类，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并维护的诊断编码，用于描述患者的疾病、健康状况和其他医疗情况。目前美国使用的版本叫做 ICD-10CM， 即临床修订版。CPT 全称是当前程序术语Current Procedural Terminology， 由美国医学院维护，主要用于描述医生或者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比如手术、检查或治疗。这2种编码，一个描述病人生了什么病，一个描述医生做了什么事，经常配合使用，由专人填写后提供给保险公司。
而大家注意啊，到了这里，各自的私心利益就开始形成了。coding 是一个对赌的过程，医生和保险公司之间对赌的过程。你在生病的时候，你的每一项医疗服务都需要被转化成 code， 然后这个 code 每一行都对应着保险公司的一个 policy。医生 obviously 他是想要最大版本的账单 ，inpatient 我把你 code 成 outpatient， 保险公司可以多 cover 一点，然后或者是有些什么 comorbidity， 它就是合并症，把一个小病说成大病，它的等级会更高，它就会获得更高的报销金额。但是保险公司要给你压下去，然后说它要当后的。但你生病的时候，保险公司不在你床边，所以就是在猜，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在那边掰扯。医院会 upcode， 然后会加那些 modifier， 有一个更好的报销，或者说 trip 到更高的组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的 trip 可以往上。但是保险公司要么就 downhold 你，要么就直接抵赖。抵赖的话，这时候就交回到病人了，病人又得跑到医院去说你能不能给我 recode 一下，然后或者交到保险公司说你可以不可以给我 appeal。也就是说，虽然病人接受的服务都是一样的，但账单上显示的编码却可能不一样。医院想多赚一点钱呢，就在账单上写一个更贵的编码，也叫上调编码；而保险公司为了削减开支，就下调编码或者直接拒保。最近10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开始使用 AI 自动审核编码。那么问题又来了。AI 审核编码这件事，究竟是让保险公司上下调整编码变得更公平了呢，还是变得更容易操控了？理论上，通过 AI 将复杂冗长的医疗支付系统自动化，当然是一件好事。比如 Inbox Health 和 FinPay 都在尝试建立自动化医疗付款系统，通过人工智能的手段自动检查患者的保险状态，计算患者的支付费用，来减少保险公司需要人工审核的时间和错误率。自动化了之后，你会发现医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看病人，而且 medical coding 做的准确率会更高。准确率更高的时候，就会更快的进入到 billing cycle， 进入到 billing cycle 是不是保险公司就可以更快的赔付？所以从病人的角度是很好的，从医生的角度是很好的。但你觉得保险公司喜欢这样的解决方案吗？就更快的可以把报销做完，而且可以减少它的错误率，可以让它有更高的赔付的这个比例。所以你会发现大家的利益在里面是不一致的。而目前许多保险公司却在利用 AI 处理医疗编码，在短短几秒内就拒绝支付他们认为不合理或者过高的费用。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at the nonprofit ProPublica found that the health insurance company Cigna uses an automated system that allows it to instantly reject claims on medical grounds without even opening the customer's file. Some are accusing Cigna of using the system to help cut costs at the expense of the patients, a claim which Cigna denies. ProPublica 的一系列调查报道发现包括保险公司及其第三方服务商在内的机构正在利用人工智能玩弄保险系统，让拒赔成为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商业模式。以美国大型保险公司 Cigna 为例，内部文件显示，该公司使用一个名为 PXDX 的系统，让保险公司医生在无需阅读病人病历的情况下，每秒拒绝超过1份索赔。2022年 Cigna 的医生在2个月内拒绝超过30万份索赔，平均每份只花了 1.2秒。一名前 Cigna 医生透露，我们只是点击提交，一次能拒掉50个病例，最多只需要10秒钟。那么拒赔理由呢？仅仅是因为 Cigna 的算法在自动匹配病人的诊断，也就是之前提到的编码，以及呢公司认可的治疗方案。如果不匹配那么系统直接拒赔，医生只需要批量签字确认就可以了。Cigna 内部估算，仅通过这种批量拒赔的方式，就能每年节省数十亿美元。尽管 Cigna 知道这种做法可能存在法律风险，但公司法务团队表示可以继续实施。一位前 Cigna 高管解释，为什么不干脆全部拒赔，然后看看有多少人会上诉？从成本角度来看，这很合理。换句话说 ，Cigna 深知大部分人不会上诉，因此呢，只要拒绝足够多的索赔，就可以保证利益最大化。但保险公司并不总是自己操作拒赔，他们也会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其中最大的玩家之一就是 Avicor， 这是一家 Cigna 旗下的公司，但包括联合健康、安泰、Blue Cross Blue Shield 在内的其他保险公司也使用它的服务。Avicor 为超过1亿美国人的医疗索赔提供审核。前面说到Cigna 的 PXDX 系统呢，本质上就是批量自动拒赔。那保险公司的医生呢，无需阅读病人的病历，就可以在几秒钟内拒绝成千上万的索赔。那么 Avicor 就在技术上更进一步了。
Avicor 呢有一套叫做 The Dial 的拨盘系统，它更加灵活，他们可以根据保险公司的需求调整审核力度，提高拒赔率，甚至直接设置盈利目标。也就是说 Avicor 可以随时调整拒赔率，如果想拒赔更多，公司可以让更多的病例进入人工审核，从而增加拒赔可能性。咱们再说回 Avicor， 它承诺保险公司每节省1美元医疗支出，就能给保险公司带来3美元的回报。这意味着 Avicor 的商业模式呢，就是拒赔驱动。他们的目标不是保障病人，而是帮助保险公司节省医疗开支。一项2023年的调查显示，持有商业保险的病人和持有政府补贴的病人相比，更容易面临拒保的情况。总体来看，有18%的美国成年人都在接受调查的过去1年内有过拒保的经历。而 AI 等技术手段还在另一个方面让美国的医疗体系变得臭名昭著，这就是在事先授权上的判断。包括 Avicor 在内的公司呢，不仅是通过技术手段在病人治疗之后拒绝为其支付，同时呢，也使用了另外一项令人诟病的手段，这就是在病人看病之前就拒绝为其支付账单，导致呢很多病人错过了最佳医疗时机，最终悲剧发生。这就是事先授权 （Prior Authorization）。所谓事先授权，意思就是在医生为你提供治疗之前，需要向保险公司证明这件事在医学上是有必要的，或者用保险公司自己的话来讲，就是 medically necessary。一般情况下，常见的治疗手段是不需要事先授权的，比如阑尾炎就不需要。但是在治疗癌症或其他罕见病时，医生往往需要采取昂贵又少见的治疗措施，这时候就很容易遇到事先授权的问题。I'm sorry, your cancer could be cured, but we need to wait for the insurance company to approve your chemotherapy. That's Dr. Jane. She's barricaded by prior authorizations daily. This is a really big issue, and it impacts every single person in this country who has insurance. 而讽刺的是，事先授权政策创立的初衷其实是为了给病人省钱。1980年代，保险公司开始执行这个政策，但当时使用的范围和场景非常之少，一般只会用来确认，如果病人要长时间住院的话，这个钱是花的有必要的。但到了今天，保险公司使用事先授权来拒绝为病人的治疗付款，反而变得越来越常见。2024年，美国医药协会的一则报告指出，事先授权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其不透明且冗长的拒批流程。这不仅让试图获得治疗的患者感到沮丧，也让努力支持患者的医生倍感挫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Avicor， 它自己的数据就显示，这家公司2021年在阿肯色州拒绝了高达20%的事先授权许可。相比之下呢，联邦的 Medicare Advantage 计划拒绝率仅为7%。这种情况导致了大量的悲剧，例如一名48岁的病人就因为保险拒绝事先授权一项 CT 检查，而错过了最佳的检查和干预时期，最终被发现患上肺癌末期。这也使得很多医生公开表达对 Avicor 这类公司的不满，将其称为 Evil Core。而私人保险公司呢，不仅是令那些持有商业保险而被拒保的人头痛那些持有政府补贴的人也不能幸免。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Medicare Advantage 吗？它虽然呢是政府提供的 Medicare 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却是由私人保险公司承担的。那政府呢把钱给到这些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呢则具体决定病人最后获得哪些医疗服务。2025年2月，《华尔街日报》爆出，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联合健康集团涉嫌滥用 Medicare 账单规则，以获取额外付款的行为。根据报道，联合健康可能通过人为夸大病人病情，让 Medicare 支付更高的费用，而这些做法最终加重了政府和病人的经济负担。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联合健康能够从 Medicare Advantage 当中获取暴利呢？这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 AI 来优化病人的病历。那么这不仅让联合健康这类的公司呢可以向政府夸大病人的病情，同时呢也能精准计算什么时候切断对病人的治疗。这就给了联合健康这样的公司操纵病历的空间，病人的病情越复杂，政府支付的钱就越多，而保险公司就能赚得越多。于是病人数据调整成了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
这起调查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保险公司的不信任。联合健康的股票在消息曝光后暴跌，并拖累了整个保险行业的股价。但这并不是联合健康首次因为 Medicare Advantage 计划遭受政府审查。美国政府为每位加入 Medicare Advantage 的病人提供固定支付，但如果病人病情复杂，保险公司就能从政府获得更高的报销金额。而联合健康等公司正是利用这一规则，大规模调整病人病历数据，以此增加政府支付。此前 Stats 在2023年的一项调查里也发现，联合健康要求其医疗团队严格按照 AI 算法的计算结果，切断重病患者的医疗支付，导致 Medicare 计划下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无法获得康复治疗。这个算法呢，会预测出病人需要接受治疗的截止日期，而内部文件显示，管理层要求员工严格执行这一日期，确保在该日期到达时自动停止支付，而不考虑患者的实际康复情况。换句话说，向政府要钱的时候，联合健康呢越能让病人看起来病得更重，他赚的钱就越多；而为患者提供治疗的时候，则是付得越少越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整个系统里面的第3个玩家——药厂和设备公司。表面上看呢，病人需要去面对的就是医院和保险公司，但实际上在你手里的账单里面还包括着研发、制药、提供医疗设备的种种企业，还有包括我们说说客团体，这些可能是大家平时想象不到的。那比如说你要跟药企去谈一些合作，不是单纯你去跟他谈合作，那这个说客团体在背后，他可能拿到药企很多的。不能说政治现金吧，就是后面的一些合作，包括药企在通过他们去影响政府决策，政府又希望反过来影响药企定价，药企定价又受到保险公司的影响，因为保险公司要跟他去相当于协商说什么样的折扣价格我可以去给你报销，那不报销的部分那是要大家自付的。那医院层面上怎么样去协商这个仪器的价格、药品的价格，所以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双边的对话，或者说是一个医疗服务的提供，它其实每一个医疗服务或者说每一层都涉及了多边对话，或者说没有一个单一的决策方，这就是为什么它非常的复杂。对药企而言，定价的过程呢和市场反响的关系很大，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罕见病但是没有药，那为什么这些药厂没有去研发这些药？比如说前一段有这种冰酮挑战啊，什么渐冻症之类的，并不是说这类疾病的技术我们没有，只是说那药厂做了一个分析之后，发现我可能扔进去几十亿美金去做研发，最后销售到市场上，再考虑到能定价多少，保险公司能 cover 多少，发现自己期的 ROI 比较低。这就是为什么说有些这种比较特殊的疾病，反而你会发现不是技术的问题，其实反而是因为市场的反馈不够大，导致制药公司它不愿意在前期去进行投入，所以它前期的投入其实是非常巨大的。而到了最后，药品的定价甚至可以和成本无关。药价成本是怎么定一个药的价钱？是 how much the market is willing to pay， 不是按照说我这个东西，我的生产成本是多少，我加一个利润率，不是的。我这个东西我的成本是1块钱，如果这个市场需要，我可以要1万块钱。只要我这个东西市场他愿意付这个钱，他能付这个钱就可以。以胰岛素为例，1996年胰岛素刚进入市场的时候，一支 Humalog 胰岛素的价格是21美元，但到了2023年，它的价格却达到了274美元，上涨超过1200%，而胰岛素的制造成本甚至不足10美元。直到2024年，在拜登政府发布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后，各大制药公司才将胰岛素的价格控制在每月35美元。不过，这只是针对有 Medicare 的人群。That means that someone goes to a pharmacy, they're able to benefit from that $35 monthly copay, whereas people who under private insurance or who are not insured, who don't have insurance, who may benefit from what the manufacturers did, it's not automatic. They have to register for programs, and it can become pretty complicated for them very quickly. 5月12日，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令，给制药公司1个月的时间降低处方药在美国的价格，定价呢要与欧洲国家对标。不过，药企们立刻对这项计划表示反对，声明这可能会对药物研发造成影响。但是制药公司为什么能随意涨价呢？他们采用的策略之一就是微调专利，只要稍微修改一点点药物成分，就可以申请全新的专利，让药物继续受专利保护，不允许仿制药进入市场。
换句话说，你以为你自己支付的是药物研发的成本，但实际上你支付的却是制药公司维持垄断的权利。而到了这里，医疗体系的复杂链条还没有结束，隐藏在医院、保险公司、制药公司之后的，还有我们平时看不见的第三方公司。这些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为保险公司提供人工智能系统，用来处理疾病编码和账单的公司，也包括其他很多提升医疗系统效率的公司。比如你在医院填写了病史、保险信息，而这些数据要怎样被安全的保存和管理呢？这就需要第三方 IT 公司来解决，像 Epic Systems， 还有2021年被甲骨文收购的 Cerner 这样的公司，就储存了大量美国医疗系统里的数据。还有一类介于保险机构、制药商、医院和药房之间的机构，叫做药品福利管理。他们呢，代表保险公司和制药商谈判，定下保险公司要付多少钱，以及零售药房可以以什么样的价格将药品出售给你我这样的消费者。大型的药品福利管理呢，包括美国零售药房系统 CVS 旗下的 CVS 药局，以及联合健康保险集团旗下的 Optum Rx。这些药品福利管理声称自己为消费者省了钱，但是呢，由于他们禁止药房和保险公司公开谈论价格，所以其实最后谁都不知道自己付的价格到底是不是便宜。这在美国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比如就有媒体曾经报道过，药品福利管理的存在让包括糖尿病药物在内的关键药物价格上涨。医院那种庞大的 administration， 所以这个保险公司庞大的这些 administration， 然后中间雇的那些非常昂贵的 consulting services， 像德勤这样的，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 well intended， 就是如果他不是有 good intention 的话，他不会去做 healthcare。你看在上一章中我们聊了这么多玩家，每一个呢都似乎是想要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但美国的医疗系统最后却成了一个三不管的死局。现在美国的 healthcare 分成三方关系 ：service provider 医院、医生、护士、医药公司，我们是 customer， 加上 insurance， 我认为就进入了一个三不管地带。这种结构导致的问题是，首先患者无法自主选择医生或医院，因为保险公司决定了网络内的服务提供者。其次，患者对医疗费用缺乏议价能力，我们通常只知道共付额，而不了解实际医疗费用。最后，服务质量难以保障，因为患者不是直接的付款方，缺乏对服务质量的控制权。那从医院的角度来看呢，他们主要的收入来自保险公司，而非患者，因此他们更关注与保险公司的关系，而不是患者的满意度。那么倒过来呢，从医院来说呢，你虽然是我的 customer， 但你不是付费方，你不是我的老板呢，对不对？你没有权利给我提要求啊，是 insurance 是我的老板，因为是 insurance 给我提供。那就回来说，那 insurance 为什么要当这个冤大头呢？是因为 insurance 说，我最终我是付款的，但是我是只赢不亏，只赚不亏，因为我如果亏，我第二年增加 premium 就好了嘛。因此就变成了整个这样一个三角关系，导致了没有人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 of the healthcare. Nobody has the right to demand the quality. Nobody can choose. 而对于很多医生来说，他们对这个系统也无可奈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急诊医师 Helen O. Young 在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上称，他被病人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我的保险能付吗？”而大部分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面对一位几乎心跳已经快要停止的病人时，他指出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不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但这位病人思考再三，还是选择放弃了治疗。近年来，从美国国会到医生再到民众，都提到了医疗系统改革，但究竟怎么改，改什么，始终没有盖棺定论。比如有倡议者提出要将医保系统改成所谓的单一支付者系统，甚至许多州层面也提出了相应立法，但最终都没有通过。而即使像2010年奥巴马医改这样的政策，也没有解决核心问题，结果反而是不幸地放大了保险公司在这个系统里面的影响。2009年，奥巴马刚任职总统时，就将医保改革作为了一个重要议题。他的平价医疗法案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让那些由于没有雇主，所以没有医保的人，也能合理的享受医疗福利。但这一法案却在国会引起了极大争议，许多议员并不认同政府应该在医疗保险上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所以说，你说他的出发点好不好？我认为出发点很好。
但是我认为他问题就是他没有解决 fundamental。我刚说这个三角关系 ，Who is responsible for controlling the cost？ 没有任何一方 controlling the cost， 因为他背离市场经济这个竞争原则，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他因为有了这个 Obamacare 了，反而让这个全社会 everybody is covered，routine cost 是第三方 insurance pay， 让这个 healthcare cost 更加 running out of control 了。换句话说虽然奥巴马医改解决了几百万人没有医保的问题，但是呢，却让保险公司成为了这整个医疗系统里面唯一可以支付医疗费用的机构。那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费用反而不减反增。那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单单美国有这个问题呢？其实不少美国人也经常把他们的医疗系统和别的国家做对比，就比如我们采访到的这位老人。So I haven't had extensive stays in the emergency, but just my monthly premium with United Healthcare is obnoxious. And then you've got you're paying also out of your Social Security. So I think it's not.I think the European system, and it's not just the European, but I don't know what other systems are similar. But anyway, everybody has free health care. They pay for it in some way or another, but not separately where they pay such huge premiums. And no matter how rich you are or poor you are, you get the same health care.在全球范围内，各国的医疗体系各有不同，大致可以分为3种主要模式。第一种是单一支付者系统，政府主导医疗支出，所有公民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比如说加拿大和英国就采取了这种模式。第二种是社会保险模式，由政府监管，但由私人或者公立保险基金提供医疗支付，代表呢有德国和日本。混合模式，政府提供基础医保，私人保险提供补充覆盖，比如说中国就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其实美国可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这种全民保险。加拿大的医疗体系采取单一支付者模式，即政府通过税收统一支付医疗费用，每个公民和永久居民都可以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医生和医院直接与政府结算，病人不需要在看病时支付费用，也不涉及保险公司干预。不过这种模式的代价是医疗资源分配问题，特别是非紧急手术的等待时间很长。以髋关节置换手术为例，在加拿大平均等待时间可能长达6个月以上，但在美国私立医疗机构通常可以在几周内安排手术。换句话说，加拿大的模式保证了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基本医疗，但是由于资源有限呢，可能需要长时间排队。和加拿大类似，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系统也是由政府资助，所有的公民和居民都可以免费获得基础医疗服务，主要呢由税收支持。这种体系的优势呢就是很公平，医疗服务几乎完全免费，病人不会因为经济问题没法看病。然而英国系统的预算限制导致部分医疗服务短缺，例如看专科医生可能需要等待几个月。此外呢，药物审批严格，一些昂贵的新药可能没有办法进入这些服务体系的报销目录。相比之下呢，美国的医疗体系没有预算上限，所以先进的药物和治疗手段可以更快地进入市场。但是呢，医疗成本极高，所以患者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德国采用社会保险体系，每个公民都必须加入医疗保险，主要由法定健康保险 SHI 和私人健康保险 PHI 组成。法定健康保险适用于大多数人，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支付保费，政府进行监管。私人健康保险呢，适用于高收入人群和自雇人士，提供更快的医疗服务和更优质的私人医疗资源，但仍然有一定的政府监管。德国的优势在于医疗系统的稳定性，每个人都有保险覆盖，医生和医院的收入也相对稳定。然而，由于部分高收入人群选择了私人保险，也可能导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Germany is a system that would look familiar to Americans in that everybody buys health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company. And then the doctors and the hospitals and the labs are almost all private. But it works better in Germany for a couple of reasons. One is everybody is covered. Everybody is required to have insurance. Everybody's in the system.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can't turn you down because you had cancer last year or something. They have to take you. They have to cover you.
everybody has access to the same treatment and all the doctors. You can go to any doctor without any limit set by the insurance company. 德国模式的关键呢是强制保险加上政府监管，这确保了医保的普遍覆盖，同时呢也强调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在中国，我们知道政府会提供基础医疗保险，加之商业保险进行补充。中国的医保的特点是保基础不保全面，基本的医保覆盖了大部分常见疾病和住院费用，但昂贵的进口药物、罕见病治疗等往往需要自费或者购买商业保险。中国医保是有些东西是我 cover， 有些东西我不 cover。进口药我不 cover， 我 cover 就是我医保批准的药，就是便宜的，我只 cover 你的 basic。你想 go to the moon， go ahead， 花你自己钱好了 ，right？所以说，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逻辑说，我只管你的最 basic 的 healthcare need。你看，癌症，你想用进口药，你想用 CAR-T，fine， go ahead， use your own money 。这个是逻辑不同。美国呢，我觉得美国的问题是，美国是个私有制国家，它完全是一个 private industry，everybody is go for profit。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就是 private industry enterprising， 但是他又不遵从了，都背离了市场原则，于是他就是最大的矛盾。他一切都是一个资本驱动、利益驱动、利润 profit driven， 但是他又不 follow the market rule， 这就是今天我觉得 end up 今天美国的这个原因。从我们刚才的讲述就可以看出啊，从雇主提供的医保到 Medicare 和 Medicaid 的诞生，再到医院、保险公司、药企以及第三方机构之间的博弈，美国的医疗系统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高度行政化、金融化、利益驱动的庞然大物。几十年来，这套系统创造了全球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催生了世界上最昂贵、最不透明的医疗账单。病人呢，往往被夹在利益链条的最底端，面对着复杂的理赔流程、惊喜账单，甚至是 AI 主导的拒赔决策。而当医疗不再只是健康问题，而是一个资本游戏，真正的受害者只能是普通人。联合健康 CEO 的枪击案 ，Cigna 和 Evercore 的拒赔丑闻 ，Medicare Advantage 的滥用，这一切都显示出美国的医疗系统正在经历一场信任危机。公众的不满、政府的调查、企业的防守，这些矛盾最后会如何演变？如今看来已经成为一团死结的美国医疗体系，最终又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实现改革呢？美国尝试过奥巴马医改，提出过全民医保方案，各州也陆续探索过自己的医保模式，但无一例外都遭遇到了重重阻力。保险公司、药企、医院、政府各方的利益交织，让美国医疗体系陷入了一个三不管的困局。或许美国的医疗体系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但枪声已然响起，信任已然崩塌。面对这样的现实，每一个美国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是：当医疗变成了一场资本的游戏，我们应该如何找回对生命的控制权？联合健康 CEO 枪击案嫌疑人 Luigi Mangione 的庭审一拖再拖，目前预计会在明年开庭。而美国社会对于这个案件关注度居高不下的同时，联合健康也风波再起。5月13日，联合健康保险的母公司联合健康集团 CEO Andrew Witty 宣布因个人原因辞职，且公司暂停直营，导致股价一日内下跌18%。再加上我们开头提到的美国司法部对于联合健康的调查，认为其在 Medicare Advantage 业务中通过夸大患者的病情以获得更高政府补贴的行为属于欺诈，导致联合健康股价在过去1个月内暴跌几乎50%。目前联合健康集团的新任首席执行官由前任 CEO 兼董事长 Stephen Hemsley 接任。虽然法律对枪杀暴力行为有明确规定，我们也不知道 Luigi 最终的命运如何，但美国公众对这位当代罗宾逊的众筹行为和支持声浪，显然也控诉着美国如今摇摇欲坠的医保系统，而这个失控的系统毫无疑问已经激发起众人的愤怒与不满。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跟踪这个案件的进展。好了，以上就是这期硅谷101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特约研究员一文，大家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我们做好深度商业和科技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But if you think about it, you're paying, anywhere from $100 to $500 to maybe even $1,000 on insurance every single month. And then you have an emergency, you go to the doctors and then suddenly, oh no, we can't help you, sorry. Here, only the rich get really super well health care, and that's not right.
And what I favor is something that what Barack Obama wanted to do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that is a public option, a nonprofit choice that will bring down the cost of insurance, cover 12 million more people, and bring down the prices for 13 million more people. That is a bold idea.